这位老师太有脾气了，首次与学生家长见面，要求家长步行上下17层楼3趟，这是成为他学生的前提条件。家长们气喘吁吁的累坏了，终于艰难地爬到17楼，打开了房门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，难免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骗局，但并未发现任何财务损失。他叫做银子，尽管他只有高中文凭，他的秘书却是东京大学出身的才子。不止这些，求聘他做家教的人络绎不绝。珍惜感觉被戏弄了，于是上网查了一下银子老师的信息。资料显示，所有银子老师挑选的孩子考进任何学校的几率都是100%，评论区对他的赞誉满天飞。这时珍惜收到了录取通知，教学日到来，银子提出了3条额外规定：一是不能干预教学方针，2是课堂上不允许偷看，3是要求在教学日留宿1晚。珍惜欣然接受了。当银子索要这周学费时，珍惜感到为难，因为银子让家长自定学费金额，金额大小随意。珍惜沉思了片刻，最后递上了一张1万元大钞。家庭教学正式开始。这时银子递给了他一张1万元的钞票，让知慧好好想想如何用1万元找出变幸福的方法。他带着老师去了玩具店，目不暇接的商品让他欣喜，兴奋地选了自己喜欢的玩具。1万元很快就花完了，尽管如此，他感到了幸福。妈妈有些不高兴了，向老师追问为什么这么做。银子以不准干预教学为理由，拒绝多做解释。睡前，知慧又想要一张1万日元，他希望让爸妈也感到幸福。银子拒绝了知慧的请求，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也不易。第2天，老师带他去了银行，试图帮他从银行贷款。知慧失落地离开了银行，显然未成年人是无法贷款的。又带他去了一家放高利贷的地方，掏出1万日元，表示可以借给知慧，但利息远高于银行。老师让他写借条并签名。拿到钱的知慧急忙回家，询问爸妈的愿望。爸爸想要更多零用钱，显然1万元远不够，至少得有100万才行。知慧再次感到困惑，他是我见过最慷慨的老师，因为他挑选的孩子报考学校的成功率都是100%。他还告诉学生自己知道怎么让钱变多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银子竟带学生去了赛马场。银子告诉知慧，只有靠赌马才可能让钱快速变多。知慧信以为真，投注了赔率100倍的3号马。选择3号是因为家里3个人，他觉得3是自己的幸运数字。1万日元很快就花光了，知慧没能中奖，他投注的3号马成绩很差。知慧的妈妈知道后非常愤怒，大声责备老师，认为这是教唆未成年赌博。银子却没有解释，而是强调很多家长在第2节课就解雇了他。银子的行为让妈妈无法接受，结果他被解雇了。这事儿还让智慧的爸妈吵起来了。爸爸认为应该顺其自然，如果强迫孩子学习，反而可能会失败，可能还会让孩子自卑，渐渐引导才是对的。妈妈却觉得孩子6岁就能影响父母的未来，应该让智慧进名校，花大价钱请家教，因为同事们都这么做。现在是学习的关键时刻，如果错过就会输在起跑线上。现在辛苦一点是为了将来轻松，不能像你一样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混日子。妈妈的话让爸爸觉得受了轻视。旁边的智慧看着父母吵得厉害，甚至可能要离婚，心里感到很愧疚和伤心。他捡起地上的玩具想缓和气氛，但妈妈没领情，反而把玩具摔了，这让智慧更伤心了。妈妈亲自教学，但智慧还是学不进去。妈妈提示答案多次，但女儿总是错。妈妈一离开，她偷偷打给银子老师。几小时后，被解雇的银子带着梯子翻进了智慧的房间，然后他们去了公园。智慧告诉老师，爸妈因他吵架，还说要离婚。他问是否还能用1万元变幸福，银子微笑说，用对了就能。智慧急问，买什么能让家庭幸福？老师让他自己想。智慧更急了，因为想不出来，不禁哭了。银子并没安慰，而是严厉批评。就在那时候，一个3口之家快乐地从他身边走过，他们开心的笑声让智慧感到似乎在哪里听过。他带着老师去了游乐园，看到旋转木马旁的空地，他终于想出了怎样才能幸福的方法。智慧向老师借了1万元，但是银子老师又拒绝了，因为借钱给没还钱的人，回收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银子打电话让助理告诉智慧妈妈。几分钟后，智慧的爸妈急忙赶来，妈妈甚至威胁要报警，说自己不会支付那1万元的赎金。助理赶紧解释，这只是个教学游戏，千万不要当真。妈妈没有听他的解释，拉着女儿的手就要离开，但这次女儿挣脱了妈妈。到了晚上，智慧把买到的东西凭着脑海中的回忆做了出来，原来他做的是流水素面。就在不久前，他们一家在游乐园玩的时候吃的就是这种素面，爸爸妈妈都说很好吃。那一刻，他感觉到了家庭的幸福。老师曾让他思考怎样用1万元变的幸福。一开始他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，但这却让妈妈生气。第2次他想通过赌马让爸妈高兴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再一次失败了。他哭着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
老师对此很生气地责备了他，要自己去找出答案才行。在公园里，看到那个快乐的家庭，智慧这才明白，要幸福不只是他一个人，也不仅是爸爸妈妈，而是整个家庭在一起。只有大家都开心了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智慧请爸妈再陪她吃一次素面，女儿的话让妈妈惊讶不已。她突然觉得女儿真的长大了。这部电影让我想到，书上说的和现实很不一样，这就是主动和被动学习的不同吧。上课时，父母和老师只是让我们学，却没解释为什么要学。虽然理论讲了很多，不真正体验就永远不会明白。这个孩子正在偷家里的钱，还特意挑了收银机里最大额的5000元。这一幕正好被新来的银子老师看到了。孩子正想解释，谁知道这时妈妈下楼来了。妈妈边夸孩子，边对银子说，她更希望儿子有大梦想，而不是只会读书。银子刚想要把男孩偷拿钞票的事情说出来，孩子紧张地看着银子，担心会被惩罚。他明显不想让妈妈知道。感受到孩子的心情，银子最后没说出来，而是以要学费为由帮他隐瞒了。妈妈拿出了收银机里所有的钱，正好把5000元给了银子老师。回到房间后，孩子很好奇为何老师不告诉妈妈。银子没有批评他，反而帮他找台阶下，说他可能是在帮妈妈买东西，或者想给妈妈一个惊喜。孩子没回答老师的问题，只是看着手里的5000元。老师从他的表情看出，他好像有难以启齿的事。这时，妈妈急忙推门进来，原来是同学打电话到家里，似乎有急事要找孩子。妈妈离开后，孩子焦急地接了电话。银子知道真相后觉得，孩子同学的行为是勒索，应该把真相告诉妈妈，让老师来处理更恰当。志高挡在了老师前面，他不愿意母亲知道这件事，他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处理好。银子觉得，如果这次顺从他们，把5000日元给了那帮孩子，他们日后会更加无法无天。但志高不想跟他们冲突，因为对方有3个人，明知打不过，希望这次忍让能换来将来的安宁。无法说服的银子最终选择了让步，但他坚持要和志高一起去。志高听了很高兴，以为老师会帮他出头，并惩罚那些孩子。之后他们一起去了约定的地方，老师怒气冲冲地朝他们走去，胆小的志高却躲在了一边的树后。银子跟他们简短交谈后，了解到这些孩子敲诈钱财，并非是为了做好事，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欲望。银子大声告诉志高，给他们钱就是浪费，千万别给。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走之前还特意叮嘱，处理完事情后要快回来上课。老师的做法让志高困惑不解。老师刚走，3个孩子就包围了他。不久后，志高回到家，发现老师已经在门口等他。银子指着忙碌的母亲，给志高算了笔账。你母亲为了你节衣缩食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舍得买，跟她见面多次，都是穿同一套衣服。她每天得做多少份狂肉套餐，才能赚到5000日元呢？如果按每份850元卖，每份利润200元来算，得卖25份才够。银子的话让志高哑口无言，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但我还是想先请老师不要告诉妈妈，我会自己攒零花钱，一定会尽快把钱还上。但银子提了个条件。第二天发生的事出乎意料，志高一转身就变脸，他让妈妈立刻解雇银子。儿子的话让妈妈很意外，那位传说中能保证孩子升学的老师，竟然是这样的。银子没有多做解释，只是直接承认，确实有很多家长都是用这个理由把他解雇。就这样，银子又失业了。其实就在前一天，银子让他好好想想怎么用对5000元。第二天，志高很快就给出了答案，应该用作家里的生活费或者店里的采购。但老师对他的答案不满意。第二次他回答说，这钱应该是老师的教学费。老师对这个回答也不满意。聪明的志高很快意识到，老师真正的意图是让他向妈妈道歉，把偷拿的5000元告诉妈妈。但志高不愿意这么做，所以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晚上，妈妈对白天儿子的话感到怀疑，不认为银子像他说的那样。志高趁机指责妈妈，随便请了个家教，更别说家里根本没钱让他上私立学校，甚至妈妈在店里讨好客人，这些行为都让他觉得丢人。他自己也不爱读书，对运动或画画也毫无兴趣，之所以还念书，只是不想听到唠叨而已。你的远大梦想，我永远也做不到，将来不如就接手这家脏兮兮的店。妈妈听了，给了他一个耳光，因为这家店是志高的姥爷传到他手中的。姥爷为了让许多人吃到便宜美味的料理，花了好几年研发肉套餐的酱汁才开了这家店。批评自己他可以接受，但对店的侮辱是不能忍的。志高对妈妈的话并不买账，因为同学们都看不起他，私底下叫他肉套餐。他受够了母亲和这个店，决定搬去父亲那里生活。母亲怎忍心让儿子离开？可是气话已经说出口了。他无助地倚靠在冰箱旁，在送儿子去父亲家的路上，母亲迟迟不肯离开，注视着他的背影。他多希望儿子能回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即便志高搬去父亲家，家教还是银子，这让他哭笑不得。老师又问他，怎样正确使用5000元？聪明的志高知道答案，
只是缺乏独自面对的勇气。他找了个借口想混过去。面对错误的回答，老师这次并未强迫他。吃饭时，志高向父亲透露自己在校被欺负，对方还在敲诈他要5000元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面对儿子的问题，父亲对此也无计可施。奶奶坚持不要理会他们，说高中了就不会再见到他们。志高感到无法接受，难道要一直忍到毕业？问题最后交给了旁边的老师。银子建议转学，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父亲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便让银子负责转学事宜。第二天，银子闯入教室，向班主任提交了转学申请。他当着全班的面说，志高之所以转学，是因为被3个同学欺负，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那3个人身上。银子的做法让志高觉得在同学面前没面子了，他匆忙离开了学校。事件之后，那3个同学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嚣张的威胁要去志高家暴力相向。这次保护费翻倍了，要1万块。老师看到了这一幕走了过来，却没有阻止那3个学生，只是把他从学校带走。志高觉得老师说的好听，实际上是怕他们，毕竟老师是个女士，恰好前面有3个小混混在欺负一个小孩。银子上前大声斥责他们，小混混让他别多管闲事，警告他小心挨打。银子头锤撞倒了一个小混混，紧接着一脚踢倒了另一个，一边打一边教育志高，告诉他打架要先发制人，不要像电视剧那样拖泥带水，最好是先下手为强。对付欺负弱小的人不能心软，但在不得已之前不要轻易使用暴力。如果遭到反击，不管挨打多严重，都不要避开对方的目光，要让对方认为你不好惹。如果是少数对抗多数，可以用武器来威慑对方。回到家里，发现妈妈也来到了爸爸这里。妈妈不同意让志高转学，认为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。问题出现了就应该解决，没必要让他转学。爸爸觉得妈妈没照顾好志高，让他在学校受到了欺凌。然后父母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。在银子的建议下，父母决定让志高自己选择，是跟着爸爸还是妈妈，这让他进退两难。妈妈看出了他的难处，就没有逼他立刻决定。晚上，银子带志高回到了妈妈家，递给他一份菜单。第1页写着报考私立学校需要的850万学费，这是妈妈辛勤工作的原因之一。翻到第2页，即使顾客抱怨食物难吃，他也得低头感谢顾客的光临。第3页，每次打烊时候，听到儿子在洗碗的声音，心里总是想好好跟你道个歉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妈妈。银子让他去向母亲道歉，然后再回到他身边。但志高还是犹豫不决，两边都是家人，他不知道怎么选，甚至开始怪起那些欺负他的同学，觉得他们害的事情变成这样，自己还只是个孩子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银子这次没有妥协，而是严厉地批评他。第2天一早，志高主动找到那3个欺负他的同学，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会再给他们钱了，那之前给的5000元他要想办法要回来。这让那3个同学非常生气，觉得他今天很张狂，敢这样跟自己说话，于是就把他推倒在地。志高起来后一遍又一遍说要拿回那5000元，妈妈得卖25份掺肉套餐，得对顾客说25次谢谢光临，得跟人鞠躬25次，那是妈妈辛苦挣的钱，自己却偷走了，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儿子。就这样，志高被打得很惨，但他从他们手里拿回了5000元。这时银子走向他，志高对老师说自己知道该怎么用那5000元了。晚上，志高满脸伤痕回到家，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。从偷取收银机里的5000元开始，银子总是让他自己思考怎么正确使用那偷来的5000元。一开始他回答的都很敷衍，但经历了这么多事，脑海里浮现妈妈的笑容，回忆起过去，觉得自己太自私了。妈妈为家付出了很多，自己却只会索取和抱怨，从没为这个家做过有意义的事。在母亲节那一天，因为太害羞，没有准备礼物给妈妈，本想买康乃馨，却因为店里卖完了，只好换成了别的。母亲接过儿子递的玫瑰，突然感觉到儿子长大了。这部电影让我明白，要让孩子自己思考问题，不应该总指望别人帮忙，不能用不知道作为逃避的借口，应该教会孩子独立解决问题。父母可以适当的引导，但不应该太多干预，不要低估任何孩子，他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聪明。被动学习和亲身经历，后者通常带来更深刻的理解和学习。这次银子收了很高的学费，每周20万日元。母亲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儿子必须考进东京大学。但儿子的成绩让人担忧，这当然有原因，因为他根本没心思学习。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假装打电话说要去图书馆，实际上却去街头表演。他梦想成为喜剧演员，但家庭状况不允许，父母不可能同意，所以他只能偷偷的去做。银子知道真相后，建议他跟父母坦白，只有尝试后才知道结果。那天晚上，阿守尝试向妈妈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如果考上东京大学，问妈妈希望自己将来做什么。母亲说只要是儿子喜欢的，他都会支持，但还是给了儿子一些限制，包括不能成为演员。
这个答案不出所料，但阿守仍然感到失望。他回到了自己房间。阿守想报名喜剧演员培训班，但交不起20万的学费。英子二话不说给了他钱，鼓励他一定要去报名。他只想成为喜剧演员，学习考试已经提不起兴趣，不如支持他的决定，先做了再说。英子的决心让阿守犹豫了，如果那样做，后果可能会很严重。老师也察觉到了，阿守其实只是缺少自信，同时也害怕失败。虽然他尽力否认，但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。阿守的父亲出身于银行家族，高中毕业就考进了东京大学，工作后迅速晋升，30多岁成为分行经理，40岁担任总强要职，6年前被提拔为董事。阿守的哥哥也凭借努力考入了清英大学经济系，现在是金融厅的中层管理者，前程似锦。为了辅助父亲的事业，最近转到了监管银行的部门工作。妹妹艺术天赋出众，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小提琴。在这样的家庭，所有人都是名校高材生，怎么可能容许小儿子放弃学业，去学习喜剧，成为一个喜剧演员？面对现实和梦想的冲突，你会怎么做？每个人都有梦想，6岁的知慧就有很多梦想。他之所以有这些梦想，是因为看到爸爸研发玩具很快乐，妈妈在报社工作，努力揭露坏人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事情总有两面，爸爸接公司电话时的忧愁和不断道歉的样子，让知慧觉得梦想也许并不那么美好。他转而看向妈妈，妈妈也在与编辑部工作，问题争执不休，这让知慧目瞪口呆。而与此相反，11岁的志高，他的梦想却很特别。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他打算等到高中或大学之后，再去寻找自己的梦想。他认为只有怀揣梦想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显然志高的理解更为适当。为了让阿守接受现实，银子带他去报名了喜剧培训班。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就要付款的时候，阿守犹豫了，因为一旦参加了这个培训班，就意味着自己不但要休学，还得离开家里，并且也不能保证将来一定会成功。银子看出了阿守的担忧，建议他先和母亲商量，因为只有得到家人的理解，才有资格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坚定的决心能够说服他们。阿守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，于是向母亲坦白了想法。母亲坚决反对他的梦想，并告诫他不要异想天开，应该集中精力读书考大学。儿子对母亲的教诲感到厌烦，两人的对话几乎破裂。母亲让旁边的老师也发表意见。银子说社会有很多种工作，他想知道阿守为何选择做喜剧演员。阿守从小不擅长运动，但很会逗人笑。初中的时候有个老师让他在班级里讲个段子，于是他成功逗得班上的同学哄堂大笑。从那以后，他觉得自己有搞笑天分，梦想成为喜剧演员。但母亲仍旧不同意，因为现实很残酷，演艺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。母亲深知儿子的性格，认为他不会坚持太久，最终还是得回到学业上，不应该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宁愿及早打消他的念头。母亲之所以这么认为，是因为他也有过类似经历。他年轻时也曾梦想成为偶像，从高中休学后就离开老家，只身前往东京，但最终发现现实远比想象残酷，最后母亲的梦想未能实现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一向坚强，没有回到老家。她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工作，凭借美丽外表和周到服务，成了银座顶级俱乐部的掌柜，也是在那里遇到了现在的丈夫。阿守得知这些后，变得更加警觉，决心为母亲洗刷当年的耻辱，帮母亲实现过去未尽的愿望。阿守能成功吗？还是会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？人们常说梦想与现实有着巨大的鸿沟，但这一次他决心要推翻这个障碍。看着儿子摔门而去，母亲内心五味杂陈，仿佛看到了自己17岁时的影子。他请求银子老师，只要能让儿子回头，他愿意支付任何代价。第二天，银子带他去了一家剧院，如果在这里成功举办个人表演，并赢得观众认可，就能证明他有做喜剧的天赋。但阿守开始怯场，怀疑会有观众来吗？老师告诉他不要担心这些，要学会随机应变，用之前的20万元雇一些临时演员，每人4000元可以请到50个人。他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，但又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。阿守把制作好的票交给了母亲，邀请他来看自己的喜剧表演，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得到家人支持。演出当天，20万花的不虚，场内早已满座，这让母亲感到意外。阿守上台演出时，观众反响热烈，笑声不断，但母亲却困惑。她观看了很久，却找不到笑点在哪里。晚上，阿守高高兴兴回家，却遭到了家人的冷眼。原来母亲看完表演后开始动摇了，于是将视频发给了爸爸，期待爸爸的认同。哥哥觉得他给家里丢脸，爸爸看完视频彻底对他失望，决定送他出国留学，不愿再见。可妈妈怎忍心让儿子离开，她赶了过去，恳求老公再给孩子一次机会。阿守不想妈妈难过，就把真相告诉了大家。为了得到家人的支持，他花钱请了临时演员做观众，他的表演并不好笑，观众的笑都是假的。银子在机场巧遇他，
嘲笑她现在的境况。阿守回应说，事已至此，无法挽回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这样妈妈就不会因她而受家里人轻视，爸爸也不用再看他这个碍事的人，离开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银子认为他逃避是因为自卑，一走了之这种行为根本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与那些因贫困而辍学的孩子相比，你根本不懂自己的幸运，找借口混日子是你的本色，想让别人肯定你的生活方式，先思考如何赢得他人的赞赏。接着银子给了他上次表演的问卷，问卷上全是负面评价，有些评论尖锐到让人难受。直到看到妈妈填的问卷，他被触动了。阿守回家拿起那份问卷，问卷上写着他已尽力。原来妈妈早已知道那场表演是自导自演，但他一直未揭露。无论他如何不堪，妈妈总能发现他的优点。于是他决定未来要让妈妈开心，不再找借口混日子。考入东京大学后，还会继续追逐喜剧梦想，向父亲请求再多给1年时间，同时请他以后要尊重母亲，因为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人。在家中，他一直把我们当亲生的，只是我们都没能意识到，就算被你们轻视，只要能看到妈妈笑，我就有勇气克服困难。看了这部电影，我感受到应该有梦想，说不定能实现呢，但毕竟只是说不定。梦想需要家人理解才能去追求，不应建立在伤害家人之上。在没有经济自由前，应该踏实做好本职工作，对现有工作寄托梦想才是理智之举。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感受，这是一场有意思的家庭游戏。据说玩了这游戏的家庭会更和谐幸福。家庭成员要站报纸上玩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就把报纸对折，直到没法站为止。6岁的知慧觉得挺好玩，爸爸说这能调节家庭气氛。但这次3天前他是报社记者，得知即将被调到无关紧要的部门，不满的珍惜去找总编理论，是因为得罪了公司里的小人，上司为了避风头暂时调他走，风波过后再调回来。但珍惜认为自己无错，不愿接受调动，一怒之下辞职。了解珍惜的情况后，银子给他算了一笔账，中村先生年薪450万日元，你辞职前年薪650万，这就等于这个家庭将要失去超过1半的收入，房贷也还没还清，知慧可能上不起私立。银子的话让他动摇，但他还是坚称还有8个月失业补助，这段时间能找到新工作。银子建议珍惜跟丈夫讲现状，珍惜觉得没这个必要，因为告诉他也没用。到了晚上，一家3口都心事重重，欲言又止。原因是知慧不想去私立学校，她觉得请家教就够了。丈夫则是因为妈妈又遭遇诈骗电话，急需100万救急，他想从家用里拿100万给妈妈，那毕竟是妈妈的养老钱，作为子女的不能不救。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珍惜感到力不从心，她不愿意帮妈妈。当时家里条件也不好，何况还要供知慧上私立，那是学费，不能动用。直到此刻，她还没告诉丈夫自己辞职的事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她看到1张万元大钞飞到面前。人到中年，如果失业了，会对生活产生多大的变化？最直接的可能是饮食方面。妈妈让女儿把电视关了，女儿还想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，但那样会多花电，毕竟她刚失业，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消费，得学着节约，控制不必要支出。女儿去关电视的时候，丈夫可怜兮兮的再次求珍惜，希望她能拿出100万帮妈妈。她也尝试向亲友借钱了，但是没借到。妈妈养老金的缴费期限快到了，珍惜还是拒绝了。为防止丈夫偷偷取钱，她随身带着存折。知慧听到了父母的谈话，说她能帮助奶奶，因为她有不少零花钱，都放在房间的存钱罐里。女儿的话让珍惜更难过了，她本也想帮助妈妈，但家里仅有的存款是给女儿的学费。第2天，她再次来到了职业介绍所，看着排队的人群，高傲的珍惜转身就想离开。银子叫住了她，其实银子是想让她明白找工作的难度，所以带她来现场看看。她对珍惜说，现在日本的形势是岁以下找工作相对容易，但超过岁就难了。然后给了她一份工作列表，列出了适合她年龄的工作，比如书店店员、印刷厂操作员，还有补习班客服。根据她的专业，如果坚持做写作、网站投稿的导筹，大约每字1分日元。珍惜显然不满这些工作，银子又带她到商业街，除了前面的工作，还可以做发传单的，或者是酒店清洁工、施工现场交通指挥，或者街头广告举牌员。想要收入高一些，可以考虑白天的酒店工作，这样的工作珍惜更不能接受。问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，银子又介绍了一种工作，不只能帮人，还能为社会做贡献，能力好的话收入也高。于是珍惜来到了一家医院，她是和另外2个人一起。这份工作提供代理服务，有些人因故不能见病重亲人，所以有客户临时委托，请群演去探望代替自己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轻家人孤独。工作结束后，珍惜在医院外遇见了丈夫，
为避免误解，她只能告诉丈夫自己辞职了，捡到1万元和送人1万元。你觉得哪个更幸福？银子失业后问珍惜的问题，大部分人会选捡到1万元。很明显，她也不是个例外。但银子对她的回答并不满意。那么，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？银子让她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毕竟，她曾是名记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第二天，1张1万元的大钞竟飘到了她面前。珍惜仔细地检查了那张钞票，确定这确实是真钱。然后，她做了大部分人都会做的事，她从包里拿出钱包，想要把钱收起来。这时，银子走了过来，说自己刚刚丢了1万日元，正在到处找，这让珍惜感到尴尬。她把钱还给了银子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银子拒绝接受那1万日元，说那张钱也许不是她丢的，她也可能在撒谎。现在这1万日元怎么用，由她自己决定。到了晚上，珍惜回到家，发现银子不仅把女儿接回了家，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连做的饭都获得了家人更多的喜爱。家中欢声笑语的情景，让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。当她洗漱完毕出来，又看到他们3个人在玩剪刀石头布，她冲过去制止了他们的游戏，并严厉地责备他们不该在报纸上玩耍。她作为一名记者，不允许他们对报纸不敬。银子劝她冷静一些，珍惜要求她明确自己的地位，清楚谁才是家里的女主人。第二天，珍惜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，她丈夫在上班路上遭遇抢劫，公司的款项被抢，现在急需100万日元，不然自己就会有牢狱之灾。几分钟后，珍惜赶到了现场，但只看到了银子和她的秘书。原来之前她说过自己不会被电话诈骗，所以银子让秘书打电话来测试她。结果很明显，面对诈骗，她也会受骗上当。银子这么做让珍惜更加生气了。秘书赶紧解释说，这其实是一种教育性的游戏，目的是帮你自我认识，要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冷静思考。珍惜却觉得银子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欺骗她，她自认为也懂得什么是冷静，然后她就想要离开。银子叫住了她，劝她放下那种自认为正确的坚强。你内心其实早就因为焦虑而不安，家里人也都很担心你，应该放下那份死要面子的固执，多向家人寻求支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连家都没有，不要再固执了。父母在孩子面前失态，最容易给孩子教育带来坏影响。随后，秘书给他一个录音笔，里头是他和女儿的对话。回家后，女儿又邀请他一起玩游戏，地上的报纸换成了超市广告。珍惜接受了邀请，一家人一起玩游戏，欢笑声再次充满了家里。游戏结束时，珍惜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她请求家人帮助自己。她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因为觉得丈夫不可靠，所以她要强撑。一直以为家就她一个人在撑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她辞职也是因为自大，以为公司没了她会有麻烦，但现实却完全相反。大家都不需要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她。直到现在她才明白，家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没有家人的无声支持，她什么都做不好。应该把那100万借给婆婆。影片让她感悟到，永远不要忽略家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家人会一直包容你的缺点，爱你，他们都希望你幸福，只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而已。有时候他们的方法可能不太恰当，但也别因此伤害他们的感情。捡到1万元和送人1万元，哪个更幸福呢？这一次珍惜的答案不同了。这位单亲妈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怎样给孩子留下4630万日元？这是她现在最关心的事。不久前，志代在医院被诊断出胃癌，医生说1周后必须手术。作为妈妈，她不敢告诉儿子，因为儿子志高即将考模拟考试，她担心会影响他的成绩。银子暗示他应该告诉志高真相，但说出口的时候，他又说不出来了。聪明的志高怎么会没发现？他知道妈妈肯定瞒着他什么事，但再想想，按照妈妈的性格，有心事通常隐藏不长时间，所以他没有多问。那天晚上，志代感到特别虚弱，他担心手术如果失败怎么办？之前为了省钱没买商业保险，存折里也没多少钱，如果去世了能给志高留多少钱？他请银子帮忙想办法，银子帮他算了一笔账，算上志高上大学前所有的费用。如果他上私立学校，初中到高中的学费、教材和毕业旅行，大约需要630万。国立和私立大学费用不同，按私立大学算，报名费和4年学费大约3300万，大学10年的伙食费和生活费，总共大概700万，加起来总共需要4630万日元。这笔费用就是你放心离开、入市前需要准备的金额。志代把能变现的资产算了一遍，他能承担的最多是187万日元。他的店因为年久失修也不值钱，只有这张父亲留下的火灾保险，如果能拿到保险金就有4000万。银子建议他和前夫谈谈这件事，一旦你出事了，志高最可能被他父亲收养。志代虽然不太愿意，但还是为了志高去找了前夫。前夫让他安心治疗，说养育孩子是父亲的责任，然后开始商讨儿子将来转学的问题。这让志代感到不快，因为他还没走，现在志高仍然是他在养。他这次找前夫主要是想借钱，
并没有打算让前夫养志高。志代回到家，志高严肃地看着他，原来他爸已经告诉他，母亲得了癌症的事。他责怪母亲不应该瞒着他，建议他要积极治疗，别再乱来了。这时候银子又提了个主意，向志代保证按这个办法，很快就能解决4630万的问题。每个处于叛逆期的孩子都曾和父母吵过架，但这次志高做的有点过头。就在昨天，知道母亲患病后，志高变得焦虑。他在想，如果母亲不在了该怎么办？银子给了他3个建议：和父亲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依靠母亲留下的遗产勉强度日，放弃私立学校，初中毕业后接手店铺。大多数人会选择和父亲生活，毕竟他还未成年，但志高没有选择这条路。与此同时，志代为了留给儿子4630万，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。他去了一家保险公司，想给自己买份疾病保险，但工作人员显然不会卖给他。他拿着父亲留下的肉套餐秘方，打算以4630万的价格卖掉。他太想要这笔钱了，但只换来了一次次拒绝。志代仍不放弃，他走进了彩票店，想买个能中1亿元的彩票，但真有人会卖这种彩票吗？他独自一人失落地回家了。店铺已经悄然开业，银子也意外地当上了服务员。志高决定初中毕业就继承家业，趁着母亲不在，他偷偷开门做生意。母亲回来后，把所有顾客都送走了。紧接着就是故事的开篇情节。夜晚来临，志代独自坐在椅子上沉思，他在感慨命运的不公，幸福为什么总是短暂。他当年离婚是因为无法忍受和婆婆的性格冲突，但自从志高来到人世，那些烦恼似乎都随风而去。不料父亲因脑溢血去世，她本没有想要继承这家店，但听到丈夫要摧毁店铺的消息，她愤然与他离婚。为何我的人生充满了不幸？真的有神明存在吗？如果真有，为什么不来拯救我？她恳求银子，如果将来志高去了前夫那里，希望银子继续帮助他。离开时，银子突然感觉到志代的语气不同寻常，她立刻回头跑回去。那位单身母亲打算用酒精将店铺付之一炬，为的是留给志高4630万日元，这样才能领到保险金。幸好银子事先将酒精换成了水，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。志代看到这一幕，心情更加沉重。我为何这么不幸，连死都不如愿？银子严厉地责备他，每逢不顺心的事，你总是把不幸当作借口，把所有的痛苦都归达于神明。与其有时间怨恨那些不知虚实的东西，不如把时间用来好好生活，坚持活下去，希望才会有。这样结束生命，受苦的只会是志高。作为一位母亲，不论前路如何艰难，都应坚强前行，即使面对死亡，也要让孩子看到母亲的坚持和态度。银子的话犹如霹雳，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。第二天，志高得知母亲将要进行手术，他赶到寺庙为母亲祈求平安。恰好银子的助手也在此处，他安抚志高，每个孩子在叛逆期都会和父母有过争执，但是诅咒家人绝不能接受。他劝说志高应该向母亲道歉，此刻你母亲就要手术，他最想见的肯定是你，毕竟你是他唯一的家人。志高随后赶往医院，但手术已经开始。银子给了他一封信，志高打开信，是母亲的手笔，信里记录了他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年前你出生的那刻，让我再次感受到生命的价值。从你第一次骑自行车，到长大帮妈妈做家务、捶背，每当在家见到你，所有的烦恼都会立刻消散。几天后，第一阶段的手术很成功，母亲醒来，情感激动，泪流满面。志高对母亲说，早期胃癌治愈概率高，只要好好治疗，一定能康复。然后他向母亲道歉，自己之前的话太过分了。这次事件让他学到了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人生道理，了解了快乐与悲伤真正的意义。以前银子老师提到的3个选择，现在一个都不会选了。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母亲。这部影片让我深刻体会，人终将面对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不会改变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伴和珍惜，陪伴那些与你共同经历风雨的人，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余生并不长，